独孤管事。莫雨公子，你的眼睛没事了？还有点疼，但已能看得见了。那两位知道极乐大牢发生什么事了吗？当时我们就在现场，怎会不知？所以才四处找寻独孤管事，到极乐大牢主持大局啊。那在下马上到极乐大牢看看，告辞了。有发现吗？独孤峰身上有鲜血的痕迹。 磁石所磨成的粉末，无字天碑的夹层内，一定藏着由铁丝所组成的文字和图形。只要沾上了磁粉，便可以显现出来。这真是一个精妙绝伦的方法呀！ 也没有蓝田玉石。这世上本没有蓝田玉石。青子，你怎么会？ 是故意被蛇神所咬。慕容清，无字天碑是不祥之物，你不要再碰它了。我不是慕容清。你在伸手进入蛇神的笼中之前。 便已经封了穴道，服下了可以控制心脉的药吧？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的智慧，
也只有狄仁杰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这藏在无字天碑中的秘密。为了无字天碑的秘密，你竟然利用我对你的感情。对不起。为什么？仁杰，对不起。别再说对不起了。看在往日的情谊上，我求求你，为了你之前所做的事情，给我一个理由好吗？就当是狄仁杰求你。你还记得王浩德大哥在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吗？潜龙勿动的意思，就是当你遇到或者是听见跟乾隆有关的问题的时候，都要当作没有听见，也不要去管。千万不要妄想去动乾隆的一根头发。狄仁杰，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在你眼里都是不堪入目，没有办法理解的。可正是因为念在我们往日的情谊上，我才什么都不能告诉你。求求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再问了。求求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便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就当作是陌生人，好吗？答应我好吗，狄仁杰？好吧，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不想说的，我便不会再问。我答应你，如果你想把我当作陌生人，那我从此以后就当作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答应你。我虽然对乾隆王一无所知，但他害人无数。我敢肯定，乾隆王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如果我可以找到罪证，我狄仁杰发誓，我一定会将乾隆王和他的共犯依法处刑。你要带我去哪儿？我要带你离开这儿，这可能是唯一能离开萧金屋、通向大漠的通道，也是我们唯一的生路。只要我们离开了萧金屋，从此以后，我们便是陌生人。我不走。难道你想死在这儿吗？墨云和红金兰陵两姐妹都还在萧金屋，
难道你要我弃友不顾，独自逃命？更何况，在萧金窝还有其他人，我一定要找出杀害烈阳的凶手。但是，好了，难道你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中吗？如果你再敢移开我分毫，我便咬舌自尽。我能让你动不了，也能让你连咬舌自尽的力气都没有。不，你不会让我恨你一辈子的。走吧。水中你的影子，散步。你的穴道在6个时辰以后会自动解开，希望你还能有时间解开一天。精彩咫尺，你却让我相思。爱是纠缠的故事，前生早已开始。历寂寞了，岁月飞逝，我也勇敢地坚持。我要跟着你一辈子，从生一直跟到死，哪怕再多风雨侵蚀，依然紧扣着誓言。来，放那边，放那边。这边再过俩人。来，我跟你来。来，等一下，先别动。他们好像还活着，里面有人敲墙。卢顾风，是你在外面吗？是我，巴老大。再坚持一下，通道马上就打开了。快点，快点，都快点！来，讲讲。我跟你来。怎么从极乐大楼里逃出来了？一言难尽，到里面慢慢再说吧。走吧。这6个时辰，我静心的想了想，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重新整理个清楚。我肯定，这夜莺大神根本不是什么神，只是武功高到不可思议的一个凡人。还有，萧金窝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都是有人事先已经精心策划好的复仇计划。而加玛丽并没有负伤，因为她的尸体7年前被人盗走之后，正好好的保存在极乐大楼的密室之中。而盗尸的，可能就是以夜莺大神身份出现的杀人凶手。加玛丽？难道夜莺大神就是加玛丽的丈夫？
杜孤峰，是你吗？是我，巴老大。再坚持一下，通道马上就打开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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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点！千秋，我想这7年局是时候停止了。我们离开极乐大牢后，如果能逃出马贼王的魔爪，不如放下这萧金窝的一切，隐姓埋名，也许我们的命能长一点。这萧金窝我花了7年的心血建成，怎么可能放弃？那好，我跟你赌这最后一局。你和我赌？赌什么？这铜钱，开元通宝4次朝上，算你赢。我把毕生的积蓄交给你，从此不入萧金窝半步。那我要是输了呢？跟我离开萧金窝，此生不再赌。你说什么疯话？千秋，你赌了这么多年，你不累吗？你我都到了这个年纪了，不为以后的生活着想吗？我们的金子一辈子都花不完了。如果你愿意放弃这一切，玉玲珑陪你终老。千秋，没输过的8千球，输给我了。千秋，愿赌服输。我们以后就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为了追寻夜莺大神的去向，我决定独自到天字1号房去查探。我想，假不然在调查烈阳和熊大力被杀时，发现了密道，但他却秘而不宣，为的就是留作杀霸千秋时所用。我在墙上发现了假不然留下的3个血手印，看来这是打开密道的机关所在。而从3个血手印的深浅程度，可以推想出这3个机关按下的先后次序。血手印最深，就是要最先按下的机关。你还是跟我一起离开极乐大牢，去萧金窝找个地方躲起来。不然霸千秋脱困之后，还不知道怎么虐待你呢。于相，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等我，我会回来救你的。声音呢？哪有声音啊？一个鬼影都没有。这边还等着救人呢。哎，快走，快走，快走！好。原来这里就是女鬼唱歌的地方。我知道这地道的出口在哪儿了。关大叔家的院子，正是。
我在书中有看过记载，在西域和大漠之间，有不少城镇因为长期缺水，不惜人力物力，挖掘了不少深达数十里的地下水道，从远处的山脚将水引到城中使用。而地下水道顶部的透气孔洞，正是为了让开凿的工人换气而用。所以我从极乐大牢进入的那一条，看似已经荒废无用了，但它正好从极乐大牢通往这关大叔家的枯井。我明白了，所以当有人在地下水道唱歌时，歌声在水道中回荡，再经过气孔传到地面上来，便让人感觉歌声虚无缥缈，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歌声。正是，这就是女鬼唱歌之谜。你们看，这就是你们所记下的所有听到女鬼歌声的人的位置，也就是这地下水道途经的路线，由极乐大牢经过大街，最后到达关大叔的家中。也就是说，帮凶先在引水道里唱歌，然后从关大叔家院子的枯井里爬出来，再把挂着加玛丽假人的风筝放飞到天空中，装作是加玛丽死而复生的情景。全对。至此，风中复生、夜莺复仇的计划就全部被我们破解了。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究竟谁是杀烈阳的夜莺大神呢？谁又是唱歌的帮凶啊？这个，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确定。大大，我怀疑整件事和独孤峰有关。不会吧？独孤峰追随霸千秋多年，一向是忠心耿耿啊。但每次夜莺大神出现时，独孤峰总是不见踪影；而在极乐大牢，夜莺大神追杀大大之时，他也是一样。而当极乐大牢发生爆炸，独孤峰才匆匆赶至，身上还有鲜血的味道。是吗？这独孤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随霸千秋的5年前，那正是风之沙城被灭，加玛丽死后的2年。我需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静心的想一想，看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做。什么地方？萧金窝城门前。狄仁杰，现在守城的人全部到极乐大牢去救霸千秋了。你若想什么办法，就赶快去想，否则他们回来以后就会将大门关闭。我不希望霸千秋看到我们在一起，但是我希望你能早日查出谁是杀烈阳的凶手。放心，已经很接近了，只要我想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就可以了。这傻书生在干什么呀？难道是在占卜算命吗？你们想知道吗？那先回答我的问题。别卖关子了，说吧。你们说愿意一生当大大的奴婢，这承诺你们会兑现吗？你觉得我们姐妹俩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得先说好，我们不会管那个傻书生叫主人的。那你们总不能一生叫大大为傻书生吧？有何不可？只要我们姐妹俩喜欢，想叫什么就叫什么，谁也管不着。哎，好，好，好，只要你们愿意一生守护大大，你们爱叫什么叫什么吧。我也可以跟你们分享大大的秘密。大大现在正在使用失传已久的异帛术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异帛术是法术吗？还是武功心法？两者都不是，是一种思考的方法，是多年前一位异乡人传授给大大的。天上地下，森罗万象，因果互为，看似互不相关，其实背后皆有一条神秘的丝线相连，这就是姻缘。只要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再用异帛术的口诀心法去推算，便可以掌握姻缘，洞悉万物真相，占尽先机。就像一棋高手，能招招领先，把对方的每一步封杀，战无不胜。天下间哪有如此奇妙的口诀心法？没有什么奇妙的口诀心法，又怎能把你们收为奴婢呢？
想通了吗？只限一句证词，便可以解开所有的秘密。我现在就去找这个人。切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离开城门半步。哎，你不怕死啊？快回来，狄仁杰！放心吧，大大没事的。阁下是马贼王烈焰的兄弟吧？放眼城门外，一望无际，用强弩杀人也很难啊。所以，这无声无息的杀人，应该只能是你这第一个倒下的人吧？还有这城墙上写的“出城者死”4个字，想必也是你写下的吧？来人呐！快快快，这里，看到没？出城者死，谁写的？走，出去看一下。走。这尸体躺在这里将近1天也没有发臭，想必一定是中了涂有剧毒的暗器而死。我想阁下一定是潜入了萧金窝，上演了这场隐身杀人的戏码吧。如果是仁杰说的没错，还麻烦小哥回去告诉马贼王，汴州叛左狄仁杰想跟马贼王对赌一次。如果狄仁杰可以接马贼王一招不死，那马贼王就输我一个问题的答案。狄仁杰，你是疯了吗？狄仁杰，你凭什么能接马贼王一招？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对了，我有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做。这是我在加玛丽陵前找到的，应该是真凶或者是帮凶供奉的。这花可以在大漠生长，而且香气浓郁，想必一定是一种罕见并且奇特的品种。如果找到跟这花有关的人，并可以找到真凶。要是找到这个人，先不要轻举妄动，等我回来再说。你们去负责监视独孤峰的一举一动，别看走眼。马贼王接受你的赌约，上马吧。这。姐姐，这个傻书生真的很邪门啊！怎么邪门了？无论他如何口出狂言、胆大妄为，你总会觉得他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我喜欢这个男人。姐姐，不要忘记你的誓言啊！这次可不会跟我争了吧？不就是个狄仁杰吗？谁稀罕啊？无论你们是否愿意叫他为主人，他可都是我们的大的。是主人又如何？难道不可以当丈夫吗？等那个时候，我就是你主人的夫人。有什么问题吗？哎呀，我们还是赶紧完成大大交给我们的任务吧。你们去找独孤峰，我去找跟这花有关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我知道。狄仁杰参见马贼王。坐吧。这酒要用猛喝才够劲。狄仁杰敬马贼王一碗。好酒，够力。这千年烧，确实是用晚喝才够劲儿。你小子有点意思啊！
竟敢跟我打赌，能在死之前喝到这么好的美酒，也不枉此生啊！我没说过我会输。墨雨公子，飘飘姑娘，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快请进。这花你认得吗？这是风中忘我。风中忘我，这花和风之沙城有关吗？这是只有风之沙城才能生长的花。加玛丽很喜欢这花吧？你真的认为你能接我一招吗？我不会因为你不懂武功而手下留情。我知道，你喜欢杀人，也享受杀人，所以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敢跟你打这个赌。你用生命作为赌注，就只想问我一个问题。没错，就一个问题。是你偷偷栽种，供奉在加玛丽的灵前。风中忘我，这花香味奇特浓郁，人沾上了便不易散去，所以你身上才会有这花的香味。人沾上了，在风中都不会散去，又怎么会忘记呢？不能忘记，也要忘记。什么意思？人要是永远都不能重聚，又或者谁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忘记，才能找到新的幸福和希望。这就是风中忘我的花语。你和加玛丽什么关系？她是我姐姐。墨雨，极乐大楼出事儿了。啊！狄仁杰，离日落还有整整1个时辰的时间。就算你怎么努力，萧金国也会毁在我的手上。我念你是条汉子，劝你还是别回去了，逃吧。我不会逃的，因为我的朋友正在萧金窝等我。发生什么事了？当马千秋杀死玉玲珑后，萧金窝便疯了。马千秋杀了玉玲珑，怎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赌。就在你走后不久，马千秋和玉玲珑终于被救出来。玉玲珑大姐，贾老板呢？他让夜营大神给杀了。你们的头叛变了。这极乐大牢也是他炸他的，还想杀死我们。夜营大神突然出现，把他给杀了。这夜营大神是个武功极高的人，要不是我们躲避及时，也遭了他的毒手。究竟谁是夜营大神？我们要为贾老板报仇。还不知道。但日落将至，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还有，霸千秋刚刚把极乐大牢输给了我，现在这萧金窝的一切都是我玉玲珑的。你们都给我听着，立即打开赌场银库，每人派发1000两。如果马贼王真的进攻萧金窝，不要抵抗，各自逃命去吧。从此
这萧金窝在大漠里消失了。废话，废话！萧金窝是我的。霸千秋，你要说话算话。萧金窝是我霸千秋的。千秋，你愿赌萧金窝是我的，是我霸千秋的，手中萧金窝，每人5000两。贾老板已死，这萧金窝跟我再没关系，我这就去拿我的1000两。你霸千秋说的话，我也没兴趣。走，走，给我杀！萧金窝是我的，是我霸千秋的，永远是我的。萧金窝是你的，你就跟着他一起腐烂。快来扶我一把！霸千秋死了？不知道，当时非常混乱，我们找不到他的尸体。独孤峰呢？我们找不到他。萧金窝真的是疯了。还有很多毒客在，你们能救一个算一个吧。我知道独孤峰在哪儿，我去找他。大大，加玛丽灵前的花是飘飘供奉的，她是加玛丽的妹妹，但她坚持不愿说出夜莺大神是谁。我已经知道谁是夜莺大神了。我刚刚见到了马贼王，我跟他赌了一局，我只要接他一招不死，他便回答我一个问题。结果，我赢了。你赢了？就凭你，也能抵挡得了马贼王的一招？就凭我的一句话，我赢了。你儿子他没死。要是你的儿子死在萧金窝，任何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取回尸体，证明真假。而你却对烈阳的死不闻不问，甚至还对萧金窝下达了灭城时限。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知道烈阳没死。你灭掉萧金窝，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终结烈阳一生的噩梦。一个问题，你问吧。哈哈哈哈！狄仁杰，没想到马贼王也能栽在你的手上，你的头脑比马贼王更可怕。我倒是想要知道，你问了马贼王什么问题？
我只是问了马贼王，这世上是否有一种武功，可以在练成后让人失去长性，并且会让功力大增？有。据说守护风之沙城的夜鹰战士，他们练有一种奇怪的武功，每当运功之时，便会走火入魔，长性全无。但是他们的功力却会倍增，这是夜鹰战士在战场上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才会使用的。所以修炼的人必须有死的觉悟。那修炼这种奇功的人，在走火入魔的时候，是否有可能在听到某些歌声的情况下，便恢复人性？有，就好像有人听到佛经之后，心自然会静。一首刻骨铭心的歌曲，也会将走火入魔的人唤回正道。这就是为何每次萧金窝有人被杀之后，都会听到加玛丽死前的歌声。原因也就是让杀人凶手恢复长性。狄仁杰，我不得不承认你是聪明绝顶，但是有些事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对，有些事情我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但凭我的所见所闻，我做出了一个假设。你想听听这个假设吗？我想，烈阳跟加玛丽之前是互相爱着对方的恋人，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马贼王不喜欢加玛丽，更不喜欢她当自己的儿媳妇，所以在7年之前，霸千秋以加玛丽作为赌注时，马贼王默许了这一切。否则，霸千秋怎么可能在大漠里举行如此灭绝人性的赌局？烈阳因为不敢反对马贼王的决定，便也参加了赌局。可惜的是，这个赌局最后的结果是以霸千秋胜出而告终。加玛丽不想受辱，便自尽而亡。烈阳便通过了密道，进入了极乐大牢，盗走了加玛丽的尸体，并将她的尸体存放在了密室内的水晶棺木之中。据说西域有一种刀龟之术，可以永久改变人的容貌。烈阳为了复仇，便离开了马贼王，并用刀龟之术，将自己的容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潜藏在了霸千秋的身边，静静地等待第2次赌局，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同时，他不单将侥幸未死的加玛丽的妹妹飘飘安排在了余香的身边作为侍婢，自己还练成了风之沙城最绝世的武功，来提升自己的功力。更是悟出了加玛丽的歌声可以让他在走火入魔的状态下恢复长性的办法。你认为我就是烈阳？没错，你就是烈阳。3天前死的是你聘用的替身，你的替身根本不知道会死在极乐大牢里，所以你以管事的身份带着你的替身从花黑花到天字1号房之后，你便利用了关大叔的枯井，也同时进入了天字1号房，斩下了你替身的头颅，并且在墙上留下了爪印，制造了夜鹰大神杀人的假象。为了保护这个密室不被发现，还杀死了熊大力，并将他的尸体遗失到了天字1号房。如果我真的是烈阳，也练成了奇功，那为什么我不把7年前参加赌局的人都杀死，而要在这装神弄鬼呢？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便是你想让7年前参加赌局的人都产生恐惧和恐慌，然后借用马贼王的手，将他们都杀死，并且让这萧金窝彻底消失在世上。
好，就算我是烈阳，我就是杀人凶手，那又如何？难道你要用你的法理律例在大漠来审判我吗？法理律例只是用于失去良知的人，对你用不着审判，也用不着定罪。还有第二种可能性，你故意搬出风中复生、夜莺复仇的写咒，使得人心惶惶。你为的就是把萧金窝的人都吓走。其实烈阳本身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不想妄杀无辜。只不过这仇恨之火，将烈阳变得疯狂。其实马贼王早知道你没有死，但是依然坚持要毁掉萧金窝。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就是喜欢杀人，他一生就是以杀人为乐。多少无辜的人都死在他手里。或许吧，但或许他坚持为了毁了萧金窝，是为了帮你完成复仇计划，更是为了将你这7年的仇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现在已经快到日落的时辰了，萧金窝还有很多无辜的人，要阻止马贼王大开杀戒，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到。快点，快，都跟上！快，都跟上！快点！快把城门打开！马贼王说了，出城门就死，这怎么出城啊？城门外躲藏的杀手已经被大大赶走了，这是唯一的出路。你们先走吧，我还是想留下来。飘飘，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霸千秋还没有死，我跟他的仇还没有了。他已经被余香重伤，不死也活不了，还是走吧。马贼王会随时赶到，还是赶紧上路吧。在那边，快跑！你们干嘛？城门是用来抵挡马贼王的，你们谁也不能打开。你们想要活命，就跟我从城门离开。给我统统杀掉，一个不留！你儿子要见你。你说我的儿子要见我？对，他说你们父子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了断，所以在极乐大牢的密室里等着你。马贼王，
萧金窝是我的，是我八千秋的，不许在这放肆！给我滚！萧金窝是我八千秋的，是我赢回来的。既然你的儿子未死，就没有必要再杀萧金窝的人了吧？我是天下第一，都给我滚！跑！八千秋毁了风之沙城，又杀了你姐姐，现在他任由你处置。我有红剑兰陵，我们走吧。狄仁杰，我们现在就走吗？对，我们还要去救慕容，去救华妃花。我们要把无字天碑留给这风之沙城的唯一生还者。谢谢狄公子。可是无字天碑对我来说根本就无用。如果华妃花想要的话，那你就拿去给她吧。但是你要快点找到华妃花，她无水无粮，想只身横过大漠回到中原，简直是自寻死路。好的，飘飘姑娘，请你不要忘记风中望我的话语。八千秋就任由你处置，保重。走吧。我八千秋，纵横赌场，无赌不胜。我是天下第一，都给我滚！我是天下第一，我是天下。爹，我就是你的儿子，烈阳。你不认识我了吗？杨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就是为了给这个女人复仇吗？杨儿，这么做值吗？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加玛丽，也是为了你，爹。因为我讨厌做你的儿子，我讨厌我爹是一个满手鲜血、以杀人为乐的疯子，所以我不想做你的儿子。我要改头换面，我要重新做人。杨儿，难道你忘了吗？你也亲手杀过人，而且不止一个。你跟爹爹我又有什么区别？对，我跟你没有区别。
就算换了面目，我体内流的还是你烈焰的血。我们都是杀人的魔鬼。我们都需要去赎罪。就让儿子陪你一起到地狱赎罪吧。杨儿。发生什么事了？大大，要不要回去看看？不用了，不用回去了。大漠有大漠的生存法则，我们就是回去了，也没有事情做。走吧。花开花。我是绝对不会把无字天碑还给你的，绝对不会。我不是为了无字天碑而来的。快点说，你不想说的，我以后也不会再问。只要我们一起回中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难过了，在沙漠里，眼泪也是很珍贵的。这傻书生，哄女人也有一手。大大，你看，快躲起来！妹妹，青子呢？红金兰陵呢？墨雨，大大，这酒馆是那个酒馆吗？我们又回来了。大大，酒店老板的尸体不见了。大大，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又说不上来。
像一场梦吧。一场沙暴将我们从这里带到了萧金窝，历经生死之后，又从萧金窝回到了这里。这一切，就像一场虚幻却真实的梦呢。对呀，真像一场虚幻而又真实的梦。那华妃花呢？真的是慕容清吗？是真还是梦？墨雨并没有回答我。这天之后，我们又在大漠四处找寻，却打听不到慕容清、红巾和兰陵的消息，也找不到去萧金窝的路。询问途中遇到的商旅，却没有人听说过萧金窝这个地方，仿佛萧金窝从来没有在人世间出现过一样。3个月过去，我和墨雨终于放弃，返回了汴州。我们出来时不是锁门了吗？会不会是有贼呀？人杰木语，赏书生，赏书童。兰陵红巾，好赏书生回来了！终于见到你们了。你们回来太好了，我们在大漠里面找了你们3个月，还以为你们死了呢。我们也是昨天刚到这边等你们的。我们也找了你们3个月，却杳无音讯。老天保佑，你们2个小辣椒没事。对了，你们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找你们，其他人的性命没兴趣管。我们没有慕容清的消息，不过既然我们能活着，相信他也没事的。哎，对了，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当然是来履行承诺啊！我们要照顾傻书生一生一世。这个真的可以不用当真啊？承诺就是承诺，怎么能够不当真呢？对啊，而且我们已经把住处收拾好了，决定常住下来。啊？这里就2个房间，一个是大大的，一个是我的，哪来你们的房间啊？当然是你的房间啦！我们已经把你的东西搬到柴房去了，以后你就在柴房住了。谁同意的？把房间还给我！我们同意就行了。我觉得你很适合住在那里啊！你们，对呀，你们才适合住柴房呢！把房间还给我！我已经收拾好了，真的特别好。我们就要你的房间。兰陵和红巾2姐妹的出现，令我终于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萧金窝中发生的一切，的确不是梦。过了几天，我差衙门的官差往药王谷走了一趟，得知慕容清已经回到了药王谷。虽然青子还是不愿意见我，但总算是让我放下心来了。又过了几个月，从一名从大漠返回的商旅口中，得知了一些可能是萧金窝的消息。这名商旅说，他有一天遇上了沙暴，被吹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那里，他找到了一座似是废弃多年的小城。那里虽然颓垣一片，但仍然可以看出，过去曾是灯红酒绿的繁华之地。突然，一阵奇异的声音把他吸引了。下注，到你下注了。我是8900，你赢不了我。从此，我便再也没有听说过萧金窝的任何消息。无字天碑。现在可以告诉我关于我父亲的消息了吗？你爹他还没有死。我爹在哪儿？就在你的面前。属下参见大人。参见大人。
庆叔仁杰在外耽搁太久，没有按照规定的时期回到衙门，请大人治罪。哎呀，狄判佐，不过来晚几日，何罪之有啊？虽说仁杰晚归是因为遇到了棘手的案件，可如果大人不治仁杰的罪，岂不是破坏了衙门的规矩？到时候还怎么管理其他的官员？嗨，话虽是这么说，可凡事都有个例外嘛，啊，不能死脑筋呐。再说了，本官现在没空治你的罪，因为狄判佐呢又要有公干了。啊，又有公干啊？狄判佐，你看看这个。本月15，朝廷将派兵部侍郎屈冲到黑风寨举行招安大会。是啊，黑风寨，他们对我们姐妹有过救命之恩，我和姐姐还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日呢。还有这件事呢？怎么从来没有听你们说起过呀？黑风寨是驿寨，所做的好事无数，却不许宣扬。任何人只要听到黑风寨这个名字，便知道其锄强扶弱，又何须人去说？哎，大人，可是上面明明写的是邀请你去啊。哦，狄大人有所不知，本月15是咱们陆大人的3夫人寿辰。这夫人的脾气众人皆知啊。如果当日不见大人，可无法收场。我想狄大人也不愿意见到咱们大人左右为难吧？啊？可我这刚从大漠回来，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啊。傻书生，我们就替陆大人去吧。你难道忍心叫陆大人得罪那个美艳动人的3夫人？据我所知，黑风寨藏了许多30几年上好的女儿红。这次招安之事，想必一定会拿出来款待宾客的。哎，大大，这倒不错。陆大人陪3夫人过寿，咱们去黑风寨喝上好的女儿红，这笔交易值得。啊，对了，黑风寨还有3把绝世宝剑。3把宝剑？可是江湖中有名的龙渊、于长，还有战卢。正是。这3把宝剑的背后，流传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人家早就倾慕已久。看来啊，这次除了可以一饱口福之外，还可以一饱眼福了。陆大人，成交。好，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3把宝剑背后的悲惨故事，并没有随着岁月湮灭。相反，故事中埋藏的复仇火焰，却越烧越烈。这个傻书生，你说他放着汴州府的车轿不坐，非得自己走，害得我们天不亮就起床。更傻的是，你那位傻书生还要跟我们比爬山。我看大大一点也不傻，若非如此，又怎能甩掉你们2个呢？为什么要甩掉我们啊？你们2个整天叽里呱啦、喋喋不休的。尤其是你啊，伶牙俐齿，说你一句你回100句。平日里倒也罢了，大大整日被公案所累，难得今天青山绿水出来透口气，自然想一个人有点空间，耳根子清静清静。我跟姐姐像仆人一样照顾他、伺候他，我看他应该是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偷乐才是。哎呀，人家想要的偏不在，不想要的呢，却整天绕在他身边。你说这人是该笑还是该哭呢？你是说那个花非花？不对，应该叫他慕容清。哎，墨雨，你刚刚说谁是不想要的？啊？你给我说清楚！我错了，我错了。墨雨，你给我说清楚！你别过来！谁是不想要的？我错了，妹妹，你说清楚！这位墨雨仆人，什么时候你的嘴比我们俩的还厉害？我看狄仁杰不是要躲我们，而是要躲你这位叽里呱啦的吧？是不是？是。一觞虽独尽，杯尽无自清。笑东轩下，聊赋得此生。我看这叽里呱啦的不是我和姐姐，也不是墨雨，而是这个傻书生。傻书生，你明知不如我们，为什么还要跟我们比赛啊？
难得今日出来，能远离这市井尘嚣，咱们出来玩一玩，只为了身心舒畅。哎，我根本就没有把胜负放在心上。哎呀，他想问的不是胜负在不在你心上，不是胜负又是什么？他是想问墨雨，你这位主人精明盖世，怎么会不知道妹妹问的是什么？我看他是不想说。既然不想说，你又何必逼问他呢？哎，你们女人说话真是云山雾罩。天色不早了，传书生，咱们快走吧，要不然等宴席开始，那上好的女儿红可就被抢光了。是啊，前面就是黑风寨的山门口了，走吧。走吧。看来朝廷对黑风寨真是十分重视啊。是啊，皇上特派了炙手可热的兵部侍郎瞿冲，来部署这次招安事宜。这黑风寨的地位又怎能小觑的？二哥，兰陵红巾，怎么是你们姐妹俩？我们能来啊，还得靠他。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陆大人因为有要事在身，所以命仁杰前来。原来是狄大人，汴州百姓人人都称赞你。狄大人为老百姓除去了萧朝天这个狗官，真是大快人心。在下黑风寨二当家连飞影，久仰大名。大哥和三哥呢？大哥在招呼屈大人，三当家在招呼蒲王殿下。蒲王？对，蒲王早年被流放，后来游历至汴州，偶然间跟三当家成为朋友，此次受三当家之邀前来观礼。我早在江湖上听说蒲王气宇不凡，是个出尘脱俗的美男子。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庐山真面目了。红巾，你们怎么会跟狄大人在一起啊？此事说来话长，跟那个萧朝天啊还有一定的关系呢。哦，那咱们边走边聊。狄大人，随我入寨。好，请吧。才是天下共知，你看嫌不够吗？潘当家，他所谓的聪明，不是天下人共知的那个。墨雨，你怎么了？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哼！黑风寨卧虎藏龙，难怪朝廷会如此重视。狄大人过奖了。自古以来，墨草为贵者，虽不乏能人异士、武功高强者，但多是穷途末路，迫不得已才聚众上街。因此，非常讲究团结义气，黑风寨更是如此。飞鹰想，这也许是朝廷格外优待黑风寨的原因吧。二当家所言是实，人家之前就听说黑风寨是个驿站，忠勇二字，向来都是忠在前，勇在后，忠比勇更可贵。狄大人说的是，说的对。大爷黑大虎是黑风四虎老大，你们这些伶人，摸摸你们怎么了？啊！大爷花钱雇你们这些伶人，不就是给大伙找个乐子吗？黑大虎，你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伶人，是不是太过分了？是啊，还说自己是黑风四虎的老大，太丢黑风寨的脸了。兰陵红巾，念在你们是故人的情分上，我黑大虎不与你们争执。大虎，今天是什么日子？容你在这撒酒疯？二哥，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这伶人是什么货色，有谁不知道啊？我黑大虎可是从来不欺负好人家的儿女的。你给我过来！你这个女人，竟敢暗算我！住嘴，大虎！休对慕容姑娘无礼！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也是蒲王殿下的未婚妻。此次专程随蒲王殿下前来观礼。慕容姑娘，大虎有眼无珠，您若有什么怨气，
尽管发到大虎一个人身上，跟黑风寨无关啊！二当家，你说眼前的这位是？哦，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也是普王殿下的未婚妻。慕容姑娘，刚才对不住了。哎，狄大人。哎呀，想要的来了，却又跑了。死墨鱼，早晚割掉你舌头！这慕容清突然出现，狄仁杰他肯定吃亏，还不快追啊！小兄弟，这包是金疮药，可以消肿止痛，伤在脸上难免留下伤痕。黑大虎是个苏人，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大虎，别再欺负人了。狄仁杰，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慕容清，不是话废话。二当家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要嫁给普王？你不娶我，还要管我嫁给别人吗？别忘了，你在极乐大牢里答应过我什么？求求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便恩断义绝。答应我好不好，狄仁杰？好吧，我答应你。那天的事，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好，那就请你遵守承诺。难道他又想被女魔头骗不成？我要带他走。他们之间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明白，让大大去处理吧。他现在是色迷心窍，我不认为他自己能处理。狄仁杰想再吃慕容清的苦头，你就让他去吧。他想碰壁，是你阻拦得了的吗？青子，哎呀，傻书生就是傻。青子，青子，狄仁杰，你是不是不想守承诺？不，承诺一定会遵守。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便当作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不过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啊！你是不是想耍赖皮？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青子，你又与人起争执了？这位公子，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兰陵，红巾，三哥，三哥，小木，你认识这些人？殿下，这位是飞兰陵，飞红巾，是我黑风寨的义妹。哦，三哥，我们现在是为他办事的。哎呀，能让你们为他效劳，想必这位公子定不简单呐。没想到这个傻书生竟然人见人夸呀！如果小王没有猜错的话，这位公子可是汴州判佐狄仁杰。怎么，竟然是狄大人？看起来今天我们黑风寨是英杰齐聚啊！仁杰与殿下从未相识过，殿下怎么会认得仁杰？看公子这通身的气派，便知不是江湖中人。而这黑风寨又在汴州一地，早就听三当家说会请汴州知府前来观礼。可公子看上去又不似那些朝廷里的混沌人物，所以在此地能配得上这身气派的，也只有狄仁杰了。殿下对仁杰的夸奖，是仁杰从来没有听说过。汴州判佐狄仁杰参见蒲王殿下。免了。今日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我们不用行此虚礼。对了，刚刚
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啊，没什么，没什么。的确没什么，殿下。我跟狄仁杰不过是误会一场。好，那既然是误会，我们就让它烟消云散吧。待我这几日将这宅院修整好后，再请各位到此一聚。狄大人，萧穆要去帮忙打点胡王殿下和慕容小姐的住处，就先失陪了。这个蒲王只是来观一次礼，看看门口堆了他那么多东西。不过倒是也奇怪，他这样做并不让人觉得讨厌，好像他理应如此。傻书生，你还愣什么呢？人家甩了你，可是找到更好的了。狄大人，咱们快去武殿吧，曲大人他们等候多时了。二当家，听兰陵说，黑风寨有上好的女儿红，可是真的？哼，那是当然。大人如果喜欢，定当在午宴中全数奉上。好，黑风寨有情有义，人杰今天不醉不归。请。这可真是如愿以偿啊！大当家，汴州判佐狄大人来了。黑风寨大当家金无形参见狄大人。大当家，恭喜恭喜！红巾，兰陵，大哥，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是啊，大哥，本来我们俩早就想来看你的。这次听说黑风寨被朝廷招安，就跟着狄仁杰来了。他们俩现在可出息了，跟了狄大人。狄大人，在下兵部侍郎屈冲，在朝中便已闻听你的大名。解围感业寺，狄大人本应该加官进爵，为何还留在小小的汴州啊？屈大人，汴州山好水好，对人杰来说，留在汴州远胜于加官进爵，这是皇上对人杰的偏爱。哦，来，二位大人，请参观武殿吧。这黑风寨啊，所有的精良兵器，可都是藏在这里啊！哈哈哈哈，请，请。这3把宝剑看起来非同寻常，不知什么来历。这位兄弟好眼力啊！这3把宝剑是我们黑风寨武殿的镇殿之宝，受寨中所有兄弟的供奉，因它乃是忠义的象征。听起来，这里面还大有文章。哈，华三娘说的没错，师爷，你不妨给大家讲来听听吧。好。话说太宗初定天下的时候，这3把宝剑的主人是附近一座前朝小城的将军。将军以多年来一直追随自己的3名铁骑结拜，誓言以兄弟相称，无论主仆，许下信如一，死生同的誓言，并将3把宝剑相赠作为信物。后来太宗为了统一天下，率兵攻城，三铁骑英勇善战，与将军一起誓死抵抗。太宗请兵突破，敌人无奈退兵。宝剑仇知己，这的确是个好故事。参见殿下。免了。后来呢，师爷，这故事似乎还没有结束吧？后来，太宗再次率大军攻城，最终寡不敌众，三铁骑与将军誓死与共，守城阵亡。
实现了他们结拜时的诺言。据说，连太宗都深为感叹，将4位厚葬在了一起。从一而终，主仆情深。这3把宝剑，的确是值得供奉。我花三娘最钦佩黑风寨的，就是这个义字。我和姐姐也曾被黑风寨所救。黑风寨在江湖上行侠仗义，绝对配得上供奉这3把宝剑。哪里哪里，多谢诸位抬爱。这屈大人看起来有洁癖啊，怎么带兵打仗？我看他的洁癖不止在手上面。3位当家，宴席已经准备好了，请贵客赴宴。殿下，屈大人、狄大人，诸位贵客，请。